陆氏一族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护国公路守北，拥兵自重，私通外敌，罪无可赦。朕念其祖上曾有开国之功，不忍诛其九族，特免死罪。即日起，陆氏全族一并流放恶魔岛。不可能！老爷镇守边关30年，怎么可能背叛皇上？别人穿越，不是皇子就是世子，我倒好，刚睁眼就要被流放。皇上为何如此待我陆家？这话您不该问咱家，咱家只是奉旨办事。若您觉得冤，到了恶魔岛之后，再慢慢向那里的狱卒喊冤吧。来人，抄家，押走！涂大人，人带到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，在恶魔岛，人命不值钱，活着靠本事，死了就喂海。少爷，老奴听人说过，这恶魔岛最可怕的不是狱卒，是打虎子。打摆子。长官，我没病，我还能干活，求求你给我点药。染上打摆子还想活命，赶紧扔海里，别让他死在营子里发臭。发冷高热，意识模糊，看来这打摆子就是疟疾。这是金鸡纳树，树皮里含有奎宁，是治疗疟疾的关键成分。等等，这个人还有的救。御医都治不好的病，你拿什么救？拿那几棵树。我看这人是吓傻了，就这几棵破树还想治病？让你治可以，要是治死了，连你也一起扔海里。旺财，带几个人过去，把那几棵树的树皮剥下来。修少爷是不是被吓傻了？就这几棵树，怎么可能治打膀子？少爷，树皮剥来了。旺财，拿些草木灰。少爷，草木灰不是脏东西吗？草木灰里面有碱，能把双树皮里的有效成分逼出来。这东西要是能救人，我把这只陶罐吃了。退烧了，少爷，他真的退烧了。够了，谁准你在我的营子里蛊惑人心？现在若是杀了我，等你们染上打白子的时候，只能躺在床上等死。长官，他是现在唯一能治打摆子的人，我们不能杀他。旺财，把剩下的药汤兑水，全都喂给营地里剩下发热的人。是，少爷。杀了我！我的腿里面像是有几万只蚂蚁在咬啊！老七，你挺住啊！修少爷连疟疾都能治好，一定有办法救你的。哼，这岛上的毒松草叶都有毒，划破个口子，不出3天就烂到骨头里。我看还是趁早挖个坑把它埋了吧。怎么回事？修少爷，老七前天去林子里捡柴，大腿被野树藤划了一道小口子，谁知道今天早上突然溃烂流脓，人都快疼疯了。脓血粘稠，皮肉发黑，周围已经出现暗红色肿胀，伤口感染，已经有败血症风险了。你们连手都不洗就去碰伤口，再强壮的人也得被自己的细菌搞死。从今天起，这些野蛮的习惯必须全部改掉。旺财，去厨房找些动物油脂，再带人烧一锅开水。少爷，这油放了10多天，长毛了，臭的能熏死牛啊！旺财，把咱们剩下的粗盐拿过来，全撒进去。少爷，那是咱们半个月的盐巴啊！别废话，撒！少爷，这又白又滑的东西到底是个啥呀？这叫肥皂，能洗掉污垢，也能减少你们手上的细菌。真有你说的这么神？旺财，待会儿用力按住它。老七，忍着点儿！啊，疼死我了！疼就对了，疼说明你的神经还没彻底坏死。记住了，3天内不要碰水，伤口会自己结痂。多谢修少爷救命之恩啊！您就是活菩萨。太好了，有了修少爷，我们不会死在这岛上了。从今天开始，陆氏化工联合卫生法正式颁布，所有人饭前便后必须用肥皂洗手，所有饮用水必须烧开才能喝，所有衣物必须用开水和肥皂煮洗消毒。听修少爷的。涂刚，文明和野蛮的区别就在于此，你统治的只是几具尸体，而我会在这里缔造一个坚不可摧的帝国。疯子，彻头彻尾的疯子！
冷死我了！火，给我生火！谁生？快救我呀！长官，没用的，您这是染上了最凶险的恶性打摆子，病已经入脑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治。放屁！我是帝国男爵，怎么会死在这种鸟不生草的荒岛上？去把那个叫陆修的给我抓来，他有神药，快去！不用抓，我自己来了。陆修，不，修少爷，救我！我要喝那棵树煮的水。涂刚长官，你以为那是街边的免费凉茶吗？那叫奎宁提取物，在这片热带雨林里，我的知识产权很贵。我给钱，我有金币，还有总督赏赐的纯银怀表，全都给你。在这座死岛上，你的金币连擦屁股都嫌硬，我要你的钱干什么？修少爷，只要能活命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这是陆氏化工联合企业劳动雇佣及资产转让协议。从现在起，魔鬼岛最高管理权归我所有。你涂刚，降级录用为安保队长兼物流主管。作为我的员工，我不仅免费治好你现在的病，以后货站伤寒，公司全包医疗费。陆兄，我堂堂帝国男爵，怎么可能给你一个流放犯当狗？陆兄，我堂堂帝国男爵，怎么可能给你一个流放犯当狗？很好，有骨气。旺财，去木匠铺准备一副薄皮棺材，明天一早给典狱长大人收尸。好嘞，少爷，保证把他埋得严严实实的。我去，我去！哼，别找笔了，直接按血手印，显得有诚意。兑温水，给咱们新上任的安保队长灌下去。长官，喝吧，以后跟着修少爷好好干，少爷不会亏待你的。涂长官，别觉得委屈，跟着帝国混，你只能在这烂岛上等死。跟着我，我会把这片雨林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垄断中心。修少爷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明天让你的手下全部去营地西边的空地挖地基。明天一早，陆氏化工第一征疗车间正式破土动工。修少爷，咱们仓库里的存粮最多还能撑3天，再不出去找吃的，大家就要饿死了。慌什么？只要把这锅东西弄出来，面包、熏肉、牛肉罐头都会有人主动送上门。老板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这岛上连点毛都没有，谁会给流放犯送吃的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利益换不来的。如果有，那就是你的产品不够硬。火候到了，旺财，开闸接货。这是酒，这酒浓度超过75度，你一口闷下去，人会直接酒精中毒。75度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，这酒不仅能喝，还能杀菌。水居然能点着，这是神火！老板，发财了！这种能点燃的神酒，要是运回欧洲大陆，那些贵族老爷绝对愿意拿黄金来换。黄金算什么？这只是开胃菜。旺财，换管子，开2号阀门。老板，这又是什么？太香了！这叫水蒸气蒸馏法，这是我用岛上特有的香料植物萃取出的高浓缩驱蚊精油。香水。老板，帝都那些贵妇为了掩盖身上的狐臭，愿意花几百金币买1盎司劣质香精。您这东西要是拿出去，那些女人会疯的，居然会疯的！我说过，在这座岛上，我能把野草变成黄金。现在，我们有抗疟特效药，有高纯度6酒，还有顶级香水。旺财，现在还担心没有面包吃吗？不担心了，有老板在，咱们以后顿顿吃肉。船，老板，长官，长官，有船靠岸了，是一艘挂着帝国商会旗帜的远洋大商船。陆老板，那帮帝国商方多半是偏贵来岛上补淡水的，他们手里有快枪和火炮，要是看到咱们这些犯人，看到我们又怎样？送上门的肥羊岂有不宰的道理？吴长官，带上你手下那些人去码头列队，准备迎接陆氏化工的第一个大客户。真晦气！要不是船遇到逆风，老子这辈子都不会踏上魔鬼岛。
岛上的活人呢？都死绝了吗？欢迎钱老板来到恶魔岛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本老爷搭话？哟，土刚男爵，你怎么沦落到给一流贩当跟班了？钱胖子，放尊重点，这是我们的老板，在这座岛上他说了算。老板行了，本老爷没空看你们玩过家家。你们去给我打100桶干净泉水，再砍50袋木柴送上船，这是赏你们的。虽然长了点霉，但也够你们这群恶鬼吃2顿了。半条发霉垃圾就想换100桶水和50把木柴？钱老板，把这些垃圾拿回去吧。我们恶魔岛只做高端贸易。高端贸易？你们能卖什么？卖沙子还是卖臭虫？旺财，上货，给钱老板开开眼。第一件产品，陆氏特供纯净烈酒，浓度75度以上，无杂质。钱老板走南闯北，不如闻闻，这酒比帝国皇室特供的紫罗兰朗姆酒如何？这不可能！这么纯净的酒液，根本不是普通酿酒师能酿出来的。第二件，顶级高浓缩驱蚊香水，留香时间长达7天。帝都的贵妇们如果闻到这个味道，你觉得他们愿意掏多少金币？无价之宝，全都是无价之宝。那这是什么？第三件，也是陆氏化工目前的核心科技，高纯度奎宁粉，能够彻底治愈热带恶性疟疾的特效神药。治愈打宝子的神药，你真的弄出来了？钱老板，现在我们有资格谈一谈了吗？谈？既然这些无价之宝在流放犯手里，我为什么要花钱买？杀了你们！配方和货物全都是本老爷的。火枪队，准备！我本以为你是个聪明商人，没想到你只是个披着人皮的海盗。我眼睛瞎了！这是什么毒气？救命啊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帝国商会的人，你敢动我，帝国水师不会放过你的。别紧张，钱老板，我们是遵纪守法的正当企业，不杀生。现在我们可以谈谈这笔高端贸易了吗？陆老板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我花钱买您那3种神物，我出1000金币。1000金币，钱老板，看来你还是没搞清楚状况。涂长官，带上几个兄弟船上看看，钱老板都给咱们带了什么好东西。好嘞，老板，弟兄们上船。老板发财了，船底舱里全是硬通货，500斤的生铁锭，3大箱精密玻璃器皿，船舱底还有2个正在发高烧的老铁匠和1个木匠。铁器、玻璃、粮食、匠人、武器，看来恶魔岛可以开始走向工业化了。钱老板，货单听清了吗？听清了，听清了。正铁、玻璃、木工、铁匠，还有1半粮食，全要了。陆老板，你不能这样啊！那是我全部身家性命啊！别激动，我刚才正经商人。这3种说过，你拿回帝都售卖，不论卖多少钱，利润全是你的。陆老板，您此话当真？作为代价，你要签一份长期供货契约。第一，半年后你必须带着最大号的商船回到恶魔岛，船上必须装满我需要的物资，硫磺、消逝，还有最高级的机床图纸。第三，所有原材料按进货价提供给我，敢赚我1分钱差价，我就断理权给你的死对头。听懂了吗？这哪里是总主力，这分明是把我当成这家伙的采购营和免费护盾。算了，今天要是不签，这就别想走出这恶魔岛。很好，和聪明人打交道就是痛快。涂长官，给钱老板的手下松绑。旺财，带人上船卸货，1颗螺丝钉都别给我剩下。是，老板。疯子，恶魔岛上出了一个绝世妖孽，大钱帝国的商界要变天了。老板，再往前走，可就是岛上原住民血刃部落的地盘了。听说那帮野人吃人不吐骨头，咱们就带了这30号人，够给人家塞牙缝的吗？涂长官，你手里拿着线拱枪，
竟然怕几个拿木棍和石头骗子的人。我们是来开拓新厂区的，不是来打劫的。老板，你说要找什么橡胶，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橡胶是陆氏化工走向全自动化流水线的命脉。没有橡胶，我做不出密封条，造不出绝育源管道，更建不起真正的工业级高炉。没有这些，我怎么赚光帝国商人的每一枚金币？滴血！硬币！有滴血！开火！兄弟们，给我开火！完了，老板快跑！火枪在这里根本施展不开，他们速度太快了。魔鬼！这是魔鬼的毒物！这是天火之神下凡，求神明息怒。很好，看来我们达成了初步商业共识。旺财，把带来的烈酒和香水拿过来，给他们开开眼。血刃部落愿意献上最珍贵的祭品，平息您的怒火，求神明不要毁灭我们。我这就将它献给天神，洗刷部落罪孽。神明大人，您这是……把刀给我收起来。旺财，把我的医药箱拿过来。老板，您不会是要把发霉的垃圾塞进这孩子嘴里吧？这叫青霉菌。阿别，我饿。退烧了，诅咒被解除了，阿柴活过来了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神灵这个称呼太落后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叫我老板。老板，而你们将有幸成为这个世界上第一批享受8小时工作住和包吃包住待遇的工人。旺财，发装备。大祭司，鉴于你在部落里的威望，我正式任命你为采集事业部车间主任。你的任务就是带着族人，每天去雨林里割橡胶树的枝叶，采集我指定的药草。干得多不仅管饱，我还可以赏赐你们治病的神药。能吃饱，还有神药，多谢老板恩典，我们部落世世代代为您割树枝。老板，这衣服累得我喘不过气。涂长官，以后你就负责去请接客，用你贵族男爵的派头，把我们的东西以10倍的价格卖给他们。老板，咱们上个月让钱大福带去帝都的奎明和香水，在那些贵族圈子里彻底卖疯了，这是10万两银票。而且钱大福还拉来了2大船的高纯度硫磺硝无矿。陆老板，出事了！帝国海军的赫尔曼都督，他眼红咱们的利润，当场撕毁了商会的保护契约，他还派军舰在海上炮击我的船。来了多少人？什么装备？3艘，整整3艘满散载火炮的帝国战舰。他们说要踏平魔鬼岛，把您的配方全部抢走。老板，咱们快跑吧！跑？往哪儿跑？茫茫大海，你游得过他们的炮弹吗？旺财，把钱大福刚运来的那2船硫磺和硝石全部给我搬来。涂长官，去把平时做肥皂剩下的废弃脂油都收集起来。大祭司，让你的族人们去海滩上挖沙子，给我准备1万个空酒瓶和陶罐。老板，这些东西能挡住总督的舰队吗？在硝化宣牛和炸药面前，他们那火炮舰队连个屁都不是。总督大人，前面就是魔鬼岛了。钱大福那个胖子说，岛上有个流放犯董的妖术，不仅能凭空造出神药，还能引下天火。咱们是不是谨慎一点？什么天火妖术，骗骗野人的宝器罢了。传我的命令，左舷炮全开，把他们的滩头给我炸平！开炮了！他们真的开炮了！
老板，咱们的射程根本够不到他们啊，这不成了活靶子吗？距离800米，风向东南，风力3级，水流平缓。大祭司，把炸药罐死死绑在他们旗舰的吃水线下面。旺财，调整仰角，目标左右两侧护卫舰。停止射击，放下登陆艇，所有人准备登岛，把所有的药方和香水全给我搜出来。总督大人，水下有东西，有野人把陶罐绑在咱们的船底了。绑个破刨段就想炸沉我的主力战舰，我的船壳可是半尺厚的硬木包铁。天啊！一眨眼，舰队没了。老板神威！老板神威！旺财，把没炸死的人都捞上来。陆兄，你就算毁了我的舰队，帝国在大陆上还有100万雄师，只要陛下一声令下，10万大军就会踏平这里。赫尔曼，你不仅不懂科学，更不懂经济。如果我没记错，南洋舰队不仅负责海防，更负责保护帝国最赚钱的香料和丝绸航线。现在舰队没了，谁来保护你们的钱袋子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写一份军情急报，就说南洋舰队在巡航魔鬼岛附近海域时不幸触礁沉没，损失惨重。总督赫尔曼率领残部流落荒岛，急需300万两白银的紧急军费重组舰队。谎报军情骗取军费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不签。听说血刃部落有一种古老的刑法，把人的伤口划开，涂上蜂蜜，然后埋在雨林的食人蚁窝旁边。等等，我写啊！老板，这大钱的300万两白银，起码得几个月才能批下来。咱们接下来干什么？这3艘战舰只是个开始。旺财，通知铸造空间停止生产农具，我们开始炼钢。不行，还是不行。这钢太厚了，冷得又快，靠咱们几把破锤子砸断了手也砸不出老板要的那种弧度，更别说还要用这种东西包住整艘船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老师傅，你可别掉链子啊！老板说了，这巨兽工程是咱们重工的重中之重，装甲板今天必须出样品。怎么出样品？出样品！旺财啊，自古以来船都是木头造的，老板非要一艘纯钢铁的战舰。你看见没？铁多重啊！扔进水里不就直接沉底了吗？这不是瞎胡闹吗？谁在说我瞎胡闹？老板，这铁船下水，违背了祖宗的规矩啊！钢铁确实比水重，可只要这艘船的体积足够大，排开水的重量大于它自身的重量，哪怕是一座钢铁大山，也能稳稳浮在海面上。这叫阿基米德浮力定律。钢板砸不平，是因为你们还在用人力。我昨天给你的蒸汽水压漆图纸，你研究的怎么样了？老板，您画的那个东西，我带着徒弟们没日没夜给您敲铸出来了，可是那玩意儿根本没法用啊！怎么没法用？漏气，活塞在里面移动，蒸汽就顺着缝隙往外呲，压力根本蓄不起来，怎么可能推动那几千斤重的铁锤去砸钢板？活塞和气缸壁之间的缝隙，你们用什么填的？用了最好的牛皮，还刷了厚厚的猪油，这已经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最顶级的密封办法了。高温高压的蒸汽面前，牛皮和猪油跟纸糊的有什么区别？那该用什么啊？这世上还有比牛皮更结实的东西吗？上个月我让你们去雨林里重点采集的那种乳白树枝，提取出来多少了？老板，天然橡胶原液已经熬煮出了整整20大桶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全都密封在2号仓库里，一点杂质都没混进去。很好，去提1桶过来。另外，去化工车间弄10斤高纯度硫磺粉。老板，您要树胶和硫磺干什么？那玩意儿软塌塌、黏糊糊的，拿来补锅都嫌不扎实啊。软塌塌，是因为它还没有经过工业改造。天然橡胶受热发黏，遇冷发硬，温度一变，它就不听话。可只要加入硫磺，再用特定高温让它发生化学均衡反应，它就会变成工业机器真正需要的血肉。
这种反应在化学上被称为硫化。用你的大锤全力砸他。这东西不仅不怕砸，还不怕火烤。这叫硫化橡胶，不仅耐高温，而且拥有极强的弹性和密封性。把它套在蒸汽机的活塞上。都给我动起来！拆活塞，换密封圈。今天谁敢偷懒，我把它塞炉笼里烧成铁水。加煤，把锅炉的压力给我顶到最高。浮起来了！老天爷啊！几千斤的铁疙瘩，它真的在水上浮起来了！老板，各项指标全部正常，橡胶密封圈完美承受住了蒸汽压力，螺旋桨动力输出稳定。蒸汽巨兽的心脏终于跳起来了。那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统领大人，那是铁船，一艘完全用黑铁打造的船啊！传令，所有岸防红衣大炮瞄准那个铁疙瘩，给我轰碎它！既然大前帝国用礼炮欢迎我们，我们也该还个大礼。右舷1号火炮装填高爆弹，给他们听个响。右舷1号火炮装填高爆弹，给他们听个响。老板，他们挂白旗了，全跪了！靠岸，铺红毯，去见见咱们的大客户。陛下，魔鬼岛那个流放犯，不，那位陆先生进来了。大胆狂徒，见了陛下为何不跪？规矩是强者给弱者定的。现在，我的大炮就在你们港口外瞄准着这里，你觉得该谁跪谁？退下，都退下！陆先生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陛下是个明白人，我今天把船开到这里，是来签合约的。合约？那是什么东西？除了钱，我还要3样东西。第一，帝国全境所有煤矿、铁矿和露天硫磺矿的无限期开采权。第二，大前帝国必须向陆氏集团全面开放所有通商口岸。第三，金门海港从今天起永久租给陆氏集团。你这哪里是做生意？你这是要将大前帝国敲骨吸碎！陛下，我的战舰已经将主炮对准了你这座刑堡，签了它，你还能在这座破烂皇宫里继续去救泥菩萨皇帝。不签，我现在就让你的帝国成为历史名词。签。合作愉快，陛下。大哥，这岛上的防御也不过如此，那些拿着火枪的保安根本发现不了我们。不可大意，陛下说这个叫陆修的懂得妖术，造出的火器能毁天灭地。大前水师已经败了，江防形同虚设，那些钢铁战舰横在海上，炮口就对着朕的国门。陛下召我们来是要杀谁？陆修，陆修，陆氏集团之主，钢铁战舰是他造的，商行矿山全都听他号令。只要陆修一死，陆氏集团群龙无首。可他身边必有重兵护卫。若此事成功，功名利禄任尔等挑选；若失败，你们将不是大前的人。朕从未见过你们，皇室也从未供奉过你们。
你们迟到了10分钟。我以为大前皇室的影子战队轻功应该能再快。狂妄小儿，既然已经发现我们，为何不叫你的卫兵？你难道以为就凭你一个人能挡得住我们3个武道宗师？对付你们这种被封建时代淘汰的人形冷兵器，还需要叫保安？找死！你这是什么妖术？这叫蒸堑涡轮发电机，地网接通，瞬间产生高压。别说是你们，就是一头大象站上去，也得瞬间变成烤肉。找死！老家伙们，时代变啦！老板，这玩意儿真带劲儿，一眨眼就打空了，就是太费钱了。钱能解决的问题，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问题。老板，大前皇帝既然敢派人来暗杀您，说明他签了条约也不老实啊！皇帝派杀手来，说明他的内心充满恐惧，恐惧会让人失去理智。把这3具尸体装进冰棺，派军舰亲自送到大前皇帝的龙床前。顺便告诉他，为了保护大前皇室安全，陆氏重工决定免费帮帝国修建一条从金门海港直达帝都皇宫的铁路，并沿途架设电报线。老板，修铁路，架电报线，咱们这不是在帮他们搞建设吗？铁路一旦修通，帝国的物资和财富就会像被水泵抽走一样，源源不断流进我们的港口和工厂。等这2条线铺完，大前帝国就彻底成了我手里牵着线的一具木偶。老板，铁路路基选址已经定下了，从海港出发，直插帝都内城，全长480里。凡是铁路经过的商业繁华地带，全部划成陆氏工业贸易区。所有进出货物必须缴纳关税，关税标准由我们定。老板英明。老板，大祭司他们在铁路沿线挖到好几处煤矿，铁矿石和煤炭正源源不断往火车站运。咱们的蒸汽金车组装速度能不能再提提？钱大福，你那个商会现在还有多少现金流？陆老板，修这条铁路，我那点老本都填进去了，现在商会就是个空壳子，哪里还有什么现钱啊？陆老板，修这条铁路，我那点老本都填进去了，现在商会就是个空壳子，哪里还有什么现钱啊？那就告诉帝国的贵族，只要买我们的铁路债券，每年2成利息。老板，咱们哪有那么多钱付利息啊？等他们买了债券，我们就宣布原材料涨价，运费上调，铁路维护费用增加。我们用工业品减他们的羊毛，用垄断铁路减他们的地租，再用债券减他们的家产。用不了3年，整个帝国的核心财富都会流进陆氏银行的保险柜里，让那帮帝国权贵看看什么叫工业化效率。从今天起，不仅要修铁路，还要在全大前帝国主要城市铺设电报线。谁不配合，谁就是陆氏工业的敌人。陛下，我来接收这个国家了。工业化的浪潮已经彻底冲垮了你们的堤坝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作为陆氏帝国的名誉皇帝，被供养起来，要么作为一名囚徒，去西伯利亚挖土豆。陆氏万岁！